上次是用整個一個宏觀的一個感受去看這個字去，那麼就說整篇看。那麼現在我們再琢磨琢磨，怎麼從每個字，從哪一些筆畫裡面去感受它的美，然後呢，然後又從它整個的这種在書寫的過程中，怎麼感受它的流动感。那麼現在呢，我们就先把每一個字裡面的一些很有特色的地方我们找出來。首先這篇字它寫說我們講了距離非常大，它的這個其中的很多的張力很大，所以張力大就是它有筆畫有很密的地方，有很疏的地方它就有一個勢，疏密之間的變換就產生勢。但是說這個字大部分都寫的還是比較平正的，它沒有說這個字咵就歪過來了，都沒有。但是它靠的什麼？它靠的是它的疏密之間的變化所產生的這種張力就是這種差異。這種差異在它這個比較平正的字裡頭出現的時候，這種感覺給人的是一個平穩，給人的是一種這個溫潤，給人的是一種什麼？不躁氣，它平正，但是它依然有姿態。它的姿態不是說要擺出來姿態，或者是在很強烈的運動中產生姿態，它這個姿態就是平正在那裡面，但是你看它有取捨，有疏密，就有這種姿態。我們先看看第一個字周。那麼第一個字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字，就是我們這一篇字裡頭很有靈魂的字。那為什麼叫很有靈魂？就是它產生出來，它不管它是個什麼字，當它寫出來之後，它會帶動整個字的感受。比如說這個字它用一個很長的一些筆畫長筆畫，但是又有一個很平正的，或者說比較方正的一個中心。可是它的姿態從哪裡是體現的？從上面這一豎的傾斜，這個豎的傾斜和底下這個淡向回找過來，所以這個字它是一個彎着的字。好，我們來看這個字，這是什麼字？這是一個平正着寫的，是吧？我們看它是怎麼寫的，它是過來，這一豎是彎着的，彎到這邊來。那麼這個淡呢，它就回來了，再找回来，它是正過来，再正過来的感覺。有什麼區別？有區別，就說明這個字從一開始，它就開始就有一個姿態出現了。這個姿態並不平正的姿態，是這個。好，第二個字寢，寢字上面一個寶蓋那麼下面左側這個它是這麼寫的咪，然後右側這塊它出現個什麼問題呢？這個立起來，這個斜着出去這個立起來之後，這個斜出去，這是什麼姿態？它跟上面那個周就有相密切的地方。那麼乍興，乍字本身應該是這麼寫的，或者我們寫瘦一點這麼寫，但是它用一個很濃重的筆過來然後這筆寫的接近中間因為按道來講它要偏左一點的數，那接近中間的話呢，看用它這部分和這部分平衡，但是這個字會產生一種扭矩。好，第一個字、第二個字、第三個字都有扭矩，這扭矩產生的很清楚。那麼這就是這一篇字的非常主的調調。當然，這種有扭矩這種感覺也是他這個人
有一定的，當然在這幅字裡頭它非常的明顯。我們繼續向下來看這個興字，不要以為古代人書寫的每一個字每一篇字優秀的字《蘭亭序》啊记事稿就个個字都好，那是不可能的。那這個興字來講，在這裡來那就是很不招人喜歡的。那麼在哪兒？就是上面整個羅列。這個興字如果羅列在上面的話，這是我經常寫的啊，就是這樣。它不是，它這一下過來就非常的粗，而且這兩個已經占到了多少？已經占到這面太大的部分了，那麼這邊還剩一點，然後橫寫過來，撇兒點再拉回來。那麼在這個撇點拉回來之後，我們會發現它這塊地方太重了，那它也是一個斜向的。那麼它拉到下面這個字呢，我也去專門去檢查一下，它念支甌周啊，周，但是呢，這個字呢，就是他們順着這個字和對當時的解來講的話呢，它應該是個朝字的一個寫法，朝就是朝氣的朝，這個朝字啊，它用一個這種寫法啊，這本身這個周啊，這個周本身的意思就不是那麼意思了啊。那他這個寫法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他這個字寫的就有些偏離啊，他興和這個周兩個字都偏離了。他周怎麼偏離的呢？你看他這邊寫過來之後，他不向左邊側，他搶到右邊來。搶到右邊的時候呢，他撇兒是這樣的，但是他這個豎彎鈎的話，他向右側跑得那麼厲害，所以使得他右側都偏過来了。所以这兩個字在他整個這個書寫裡面啊，應該是比較糟糕的字啊，就是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是一篇字的美感不可能是字都是很好，字都很好，每個字都像花朵一樣不好，它有的像綠葉一樣，有的綠葉的話呢，這綠葉還有一些比如說焦黃的啊，或者綠葉長得不是特別蠢一點的都有可能啊，但是它搭配在一起很好。我們還繼續再講基字左側的這邊啊，非常的緊，那麼就是一個正。我們來看正字，如果普通的情況下寫是這樣子的，平正了啊，或者上面它橫長正了，但是你看它是怎麼寫的？它出現的我們就是用比較平正的写法，它是這一點兒點到上面去，這一豎撇出來啊，點到上面去撇出來，就這麼樣的感覺，這麼感覺什麼意思？加密這面，加寬這面，這一密一寬，這字形和過去的這種標準字形，它就產生了一種變化。我們現在很多人喜歡看的是這種標準字形，為什麼？我們滿眼看的簽字全是造型，你很少看書法裡面很奧妙的、很變化的東西，所以你就覺得哎呀，這是美。好，到了這兒，這就醜了，但是他又不敢說，因為什麼？歷代都認為這個碑帖很好，他就不敢說。現代人如果說要寫了，好，他就說這個字醜書，其實他根本就不懂，他不懂得什麼叫美，什麼叫醜。美和醜，它的概念就像看一個人的長相一樣，哪有那麼多美呢？那說那藝術都是美的，誰說的？我們真正搞藝術人，葛優好看吗？但是葛優演技也好啊，葛優也是藝術家，表演藝術家，而且是大表演藝術家。所以這個所有的人，我們最初看的演員都希望是美的、漂亮的但是我們慢慢的会發現，能演戲的、能出戲的、能演出效果的，才是真正的好演员。而且太美了的話，跟生活就脫節掉。所以很多人形象中或者想象中
貂蟬如果要把它放在这今天的话，肯定你不会觉得它美。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形容中的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形象，而不是说我们真正一见到之后，它肯定就有它的缺点。我们再来看这个慎、忽、蒙。慎字也是这样的换支笔看这个红点更清楚。慎字上面很结實，那麼下邊它挑空，把這裡面留個空，把它挑上去，這是什麼？這就是密和疏之間的感覺。所以它疏密之間都在它這個單個字裡頭在做動作。那麼它做了很大的動作，在內力在裡面擰動的時候、轉動的時候、聚散的時候，它就有好大的向外的一個空間，有個力量的空間，向外出力量的空間。那麼這種叫張力，有了張力，它周邊在有這麼大的空間的時候，它才顯得整體的是一個非常的協調的一個狀態。所以我們本來這個字沒有什麼張力，淡淡的寫在那兒，周邊又留了好大空間，顯得什麼？就顯得我們整體來講就散淡了，就鬆散了。它是有內在的是一些張力。那我們看張力在哪？大家來看這個忽字上面的物向左側，然後挑出來這個心字的挑在右上角，你看它整個向下向上畫，這個擰動起來了，這擰動了是吧？蒙上面的鬆和下面不但緊，大家來看看它這個詩當豬講這個詩這樣對不對？你看一般我們寫成這樣的是吧？他怎麼寫的？他整個你看怎麼寫的？這個動作這個動作這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擰動，跟上面忽一樣的動作。你看忽這個動作你看寫成什麼樣的？到這兒然後挑在這兒，你看這麼大的一個，而且大家看我寫的過程中你就能看出來他當時是怎麼寫的，就跟我寫的動作是一樣的。是這麼動作的。蒙的動作也是一樣的，是這樣的動作。這樣的動作是這樣的動作，是吧？所以它的密度在哪兒？它密度在這裡，在這裡密度。好，再看簡。簡字是高高在上的一個竹頭，挑回來。下面這個是規規矩矩的一個簡字規規矩矩的部分。你看規規矩矩，而是一個日。那麼你看它這個規矩，它把上面高高的挑起，高高挑起，像一個手打涼棚一樣高高挑起。下面一個非常的平，你看怎麼叫平？像是一個盒子一樣，上面高高挑起底下這個盒子緊我寫不出它那麼緊來，它緊擠住了那麼它和上面這個竹子的跳動，它竹子不像我這麼平和它竹子怎麼跳動的？看它竹子向下走，向橫走，這麼跳出來下面這個向橫向走，這個塞滿裡頭，底下形成了一個整個一個方方的緊緊的感覺我是不可能寫成它那樣的，因為它有那種感覺，我只是想着我琢磨它的感覺，我把它再現出來這個漢字如果我們平時寫的話，一定是這麼寫的。
平平穩穩的啊，这面呢靠着它，这面呢建着方块啊，这个搭起来和这个搭出去搭配，这一个方块，这一个方块，这个函就出来了。但是他是怎么写的？看了这一下就把这筆就拉开了，然後緊緊的貼在這兒。這面呢又把框拉開來了，然後底下穩穩當當的坐下來。看這個挑起來，這個拉開來，哇，這個就出來了。那這個位置也是這樣的啊，也是哪樣呢？就是你看它在寫這個過程中，這些都非常的，當然這圓起來啊，都非常的平準，旁擠，把所有的擠在那之後，唰，這下打出去，啊，這就是這邊擠好了，插再出去。那麼像刺字，我們這個因為字比較少啊，我們就可以多看一點字，是吧？幾乎都一個字一個字的去剖析、去欣賞它的字，是吧？你看關鍵在這兒，看這筆下來，就這筆狠極了啊，狠極了，狠在哪裡？因為這壓下來之後，這個出去的時候，這壓下來之後，這個出去啊，這個筆裡面是筆，它這個裡面勢在裡面就這麼產生的。那它的密度在哪？密度在這塊啊，壓出來這種感覺。好，我們再來看盤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向第一個宙字的反方向的盤子，是這樣的走勢。你看啊，這是向這面走的，向這面走的。好，這個下面往回走的，就往這面走啊，最後我沒寫得好，這樣子，下面小，就向那面走了，就向這面來了，這是這麼走的，這是這麼走的，是吧？你看它這個感覺，這種就是一種張力。那麼下面這個孫字張力在哪？張力是把這個十打開來了。這十一打開來的話，你看這十字一打開來之後，這塊空間就都出來了啊！而且它這個之間的距離都給留出來了，就把這塊距離都留出來了，是吧？當字看密度在這兒，密度在這兒，然後中宮緊湊在這兒啊，中宮緊湊在這兒，在這裡啊，緊湊，所以這個部分的密，這開來，再密，再開，而且這個密你看口是這麼走的，斜着，田是這麼回來的，又回來了，它經常是這樣子啊，很妙。一字呢，我們好多人都比較含糊，它這個一挺有意思，它的一中間停了一下又出去了啊，停了一下又出去了啊，你看感覺是這樣的感覺，是吧？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原來是想寫成這樣的，結果寫到這兒又跟着感覺又走了，這就是隨機的調整。最好的書法作品的話，我們有的時候我們不一定能夠一點點感受啊，就是不一定怎麼一下就感受到，要一點點的增加，一點點的增加。你看那個，這是個葉字啊，葉字你看它又是上面角色是向這面傾，下面是向這面走的。豹子是左側是要這麼走的，右側你看豹子左側是這麼走的，右側是這麼走的啊，葉子是這麼走的，底下又這麼走出來啊，
這個葉子你看，你看这个它这是这么过来的，这么过来的。你看上面是这么走，下面这么走。豹子呢，这上面啊，不知道它为什么写的很短啊，写的很短啊。豹子，这个豹子按說左側它是走这種式的啊，尤其是写在底下的時候，它像會抱回來的，然後上面小，像會抱回來的，但是左側這塊寫的交代的不是很清楚。秋子非常精彩，秋子在這篇字裡頭啊，就真是秋風掃落葉的感覺，就唰，就像那個秋葉就嘩被吹開了一樣的感覺啊，寫得非常好，非常好。回頭大家對比無錫的那個留的那個版本九華帖，就在這一捺上頭顯示出來的最明顯的這一筆畫的這種不夠篤定，所以我確認那個肯定是偽作，這個肯定是真跡。就是在哪裡，在一些非常篤定的非常踏實的筆畫裡面，你看不出來，你感受不到，就是在這種豪放奔放隨機，然後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樣的隨手這麼一個動作，它就最能體現出來。真正有水平的人，水平高的人，在這個過程中那是神來之筆，但是對於模仿者來講，那是最頭疼的地方，就在一個秋字。這個我都不寫了，因為我寫不出來，因為我沒有他這種感覺，最起碼我現在沒這種感覺。那麼像之字，一下秋就變扁了，大部分是方裡頭透長。那方裡透長，我們來看，像有些字，你幾乎能感受到歐陽詢的行書的影子，就是歐陽詢的這個我們夢殿啊，或者是這個千字文，尤其是夢殿，好像它有一個張邯的兩個字，是吧？特別像這感覺。可以說啊，楊凝式他肯定是受了歐陽詢的影響挺大，而且他基本架構，尤其是他中間的這種緊和這個所謂中宮的緊縮，和他這種字形修長還有一個這個字寫出來這種感覺。另外告訴大家還有一點，這點我們大家都沒見着，但是文字有記載，歐陽詢和楊凝式兩個人的相貌都屬於不好看的，又瘦。歐陽詢叫韓傾，韓呢就是又瘦又難看，這個楊凝式類同於他，所以在他們倆寫字還確實有很多諸多相像之處。那麼他們的字裡面就會出現，你看有些字我們就稍微分析一下，你比如像之它是向平處走的，因為之字你要把它豎起來是很不好看啊，除非寫篆書，它基本是走平的，它之字形嘛，就是走平式啊。那麼像九華帖的九字，左側的密，而且最後一挑起來，它跟右側產生一些不同的這種同樣是三橫，但是它是左側三橫，它是右側三橫，它是開始三橫，它是後面三橫，它是搭配左側非常重的數的三橫，這是搭配又長又瘦的三橫，所以它這裡邊搭配就是很不一樣。當我們去怎麼感受一個大書法家和一個一般書法家的區別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大書法家的每一個筆畫都有非常獨特的不同的這種類型和感受，就是他沒有一筆是沒有講究沒有道理的在那裡面羅列，沒有，他每一筆都是因為他在那裡有
應該在那兒所處的一個位置和形態。就是說它是怎麼產生的呢？它是寫完一筆接一筆，一筆接一筆，它一式疊一式，一式疊一式，疊到這個時候，它必然就產生了这种樣的這個筆的變化。所以它每一筆畫在完成的時候，它过後都能講出道理來。當時他都有所根據，他根據什麼？根據他的感覺。所以不是說到這兒一看，這兒兩橫，光像壘兩橫，壘兩個吧？不是的，他每兩橫都有兩橫的道理。比如说，我們就說這個刺，這個刺裡有幾個重疊的？兩個豎的重疊，兩個豎的重疊，兩個橫的重疊，兩個撇的重疊，是吧？我們這麼講。但是你看它怎麼重疊？這上面這個橫是平的，下面橫有點向上彎，為什麼？下面有這個撇頂着它。那麼左邊這個豎稍微直一點，但是向另外一側拱，那麼這側向它很拱，因为什麼呢？因為它還要代替，就是這面有個撇之後，它還要包過來它這個撇，所以這面要短一點，這面可以長一點。好，那麼這兩個豎是拱着的，前面一個左邊豎拱着小，右邊豎拱着大。為什麼？拱着小它不和這個豎有很大的角度，而這個拱着大的話呢，它和它還有產生角度，另外還帶動下面的力量。那麼這兩撇的長短的話呢，那麼最後一撇出來的時候，實際上是整個這個字的力量全部都凝集之後，最後一撇讓它釋放出來，所以它有道理。那大家說我們到時候寫字的時候還考慮那麼多道理嗎？不用。你什麼時候第一要把字裡面產生的最基本的道理掌握，最基本的規律掌握，協調的過程中會把每一個字都可以看作一個活的人，每一個部位它都因為前面一個部位做的動作，後面要跟它保持一種平衡，最後讓每一個字完成的時候，這個字形成一種平衡感。那麼同時它還映帶出來下一個字的開始，就是這個字最後流出來的一點點的這個思緒要帶到下個字裡頭去，所以這就是我們上下之間的這個連接，這個氣韻的連接。那麼每一個筆畫接每一個筆畫，就是編織這一個字的一個形態。那麼在編的過程中，它每一個部分都有它的功能所在。它為什麼像九字？為什麼左側這個三個橫和右側三個橫不一樣？左側這個豎和右側這個豎不一樣？它自然有主有次，有重有輕。所以這種搭配一路走回來，到這個逞位這個逞這個逞字它很特別特別在哪兒呢？它把這個三橫寫的又長又寬，這在這整篇裡面是不協調的。相對來講它應該瘦窄一點，但是它沒有，它真正把它逞了，而且這逞不要緊，逞了它這個走之這部分也顯得非常的平的一個豎，它沒有機會再做這個動作。為什麼？因為這部分已經把這個動作全都占滿了。所以這裡面在逞的時候周的時候興的時候，都會在書寫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不知道它是有意的、無意的或者不經意的，都不管它。但是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按照正常來講不應該是這麼寫的，這個就應該是比較平和的當然這麼寫，這麼一平和起來也就沒意思了這都可以写都可以写，但是他这樣走下來放在這裡還是可以的。那麼同時這個位字也是這樣的位字這個平時我們寫都是這樣寫的，他把這個位就把他這種感覺拉出來了，這
魏啊和成字啊寫得很重。那麼写到下面这个史，你看特别有意思。史字我们写这个女的一般这么挑起来就行了，她不是，她从底下挑起来啊，这种有一种加强语气的感觉，加强语气的感觉。那么像其他的其字下面两个点儿，其他其字下面两个点儿，我们一般是这么打开来的点儿，是吧？它不是，它是里面包的很紧的一点，就是很紧，很紧。还有两个字就是很特別的字，好，我們來看，一個是石字啊，當然寢字有一部分，石字和這個茶字啊，這兩個字我們看就是他的帽子跳起來了啊，這帽子跳起來了，給我們感覺什麼？就是這人把帽子都高興的啊頂起來的感覺啊，這樣頂空的感覺。那麼還有一種什麼感覺？就是大家記住了，所有的筆畫或者氣向上提啊，你看這個簡啊，石啊，這個載字也是向上提的啊，劍字也是向上提的，茶也向上提，這說明什麼？這人心高氣傲啊，非常的傲氣。那麼這是特點啊，它是向左側的，但是等到寫在下面這個被字的時候，它又回來了，你看回來了啊，這種感覺。魏字又出現了一個，看這個田左側，疊這個月右側，又是一個彎的啊，又是一個彎的，又是一個彎的啊，這種啊特別多啊。然後真把頂到上面去了，修修字呢，看它本來是這看這筆這麼大，這筆這麼大反差，然後又是一個折在裡面的啊，這邊折到這邊來了，這邊過來的啊，就是又是一個折開來的。像這個修字在後來蘇軾、蘇東坡經常用這種樣的式。那麼府字也是有一點啊，府字左側是平的，右側是支棱的啊，這樣子很像那個開始一個寢的感覺。那麼後面也有一些，我曾經講過這個明字啊，右側這個明啊寫的非常的緊，載左側寫的非常的緊啊，謝字這個左側全展開，右下角啊給它放得非常緊。還有像這個修，你看它這個修字這麼明顯的這個大的這種立兒啊，然後最後呢寫到這邊時候，看這三點幾乎在一個很細的一個線上頭啊，你看留出這麼大的一個空白來，留出這麼大一個空白來啊，它這個非常的一種調調特別明顯啊。那我們欣賞它劍字上面的這種很重，下面用一個支撐的一個很輕的一個支撐啊，這支撐的力量，然後上面一個寶蓋的一個很寬的一種寬薄，和下面一個支撐而且很細的一個支撐，中間還留了很大空檔。那麼這是什麼東西？這就是一種調調。那大家說這種調調我怎麼不要產生嗎？這種調調是這個人在寫字的時候，他當了解每一個字裡面的意味之後，組合的道理之後，他在隨機的組合它，按照自己的喜惡去調整它。那麼這個調整不是一天兩天的調整，我們看它其他的部分的調整都是在一種詼諧中調整。那麼這次呢，好像是稍微的正經了一點，但是這種正經也依然能看出來它在細節上的一些變通
那麼对於我們來講，我們理解，我們看這篇字下來之後，能處處的感受到他写的时候的他当时的意念的跳跃、变动，甚至于笔觸，還有一些他的個人的一些習性，還有他整體的這種一致的這種調節。因為他從開始寫第一個字寫到最後一個字，他一直在調節過程中，但是這個調節他不是有意識調節，所以我們通過這些東西，我們去感受他內心當時書寫的時候的那種感覺，甚至于能感受到這個人他有一种這個非常的比較拘謹一點的本性中恭謹的人都是有一定的拘謹的他不是那麼寬博，不是那麼隨意，他是這種樣的。那麼這篇字呢，字數很少，但是它的一致性、它的貫徹，甚至它裡面的一些微妙的變通，還是非常的豐富的。另外，它給我們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很有格調、很有個性和性格的人，所以他的字裡面表現的這種很獨到的一個他的追求的一些不同的那種走勢和形態，不可能被大多數人接受，就是說不可能被大多數來學習過來應用，他只能說作為大多數人通過這種學習去感受字裡行間的一些變通和協調，乃至於有風骨和性格的一個人，他是如何的表現而已。